特斯拉从最高到最低股价，它的市值现在剩一半。大家知道现在 Tesla 的市值剩6600多亿美元，但是呢 Meta 原来比它小很多，但是现在 Meta 的市值已经到9918亿了。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这个礼拜的单元，我们来跟大家谈谈，在全球化的时代跟逆全球化的时代呢，那么它呈现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欢迎你一起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以及产业状况，成为财讯粉丝团，也就是财团的一份子。或者你也可以针对喜欢的节目抖内我们，让我们可以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那么在2000年之前呢，大家都知道，在1994年柏林围墙倒塌之后呢，在网络的时代兴起之后，我们也知道，在 Thomas Friedman 呢不断的在强调一个观念，叫做地球是平的。换句话说呢，所有不平的呢，都像推土机一般把这个地球碾平了。这个碾平以后呢，全球化之后呢，全世界任何一样东西啊都同步，也就是股票市场上涨，也就是上涨。这个原物料的价格下跌呢，就大家一起下跌。那么全世界呢都走在一个相同的水平，那么高的往低的去流，这是一个在全球化时代当中所看到一个常态。那么2024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情况开始有很大的改变了。那这当中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在逆全球化时代呢，创新高跟创新低并存。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价值创新跟量产的杀戮呢，同样并存。这个并存当中呢，也看到在美中角力之后呢，大家最近都在讨论，在习近平呢一直在讲叫东升西降，那么东升西降呢，现在所出现的在资本市场的常态呢，它形成一个中国股市呢不断的在下跌，到21号、22号为止呢，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深圳、上海到香港的股市呢都在频创新低。我们先看到在上证的指数呢，它已经跌到2760.03，这个是相对严重的。我们也看到沪深300跌到3171.63，那这个也是在今年的最低价。而深圳的 A 股呢，同样的大幅度的下滑，这个下滑也是跌得很惨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中国的创业板，这个是连续急速的下滑，这个下滑已经跌到1666点。而这当中啊，大家可以感受到比较显著的变化是香港的恒生指数呢，盘中最低到了14961点哦，它最低其实跌到14749哦。那这个是一个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的一个低点。那港股不断的下跌，它现在的本益比呢也不断的在守低哦。同时呢，国际指数啊再度跌破5000点，它前一波的低点4919，那么现在呢，它已经到非常接近了，这一次最低到4980，那么大概差不到100点。在最近我们也看到有一个报道，他说中港股市呢继续破底，那香港跟上海的股市的指数啊加起来比不上台湾的加权指数。在过去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提过了，在去年的11月28号，台湾的加权指数呢正式超越港股的恒生指数。在1990年的时候呢，台湾的加权指数12682，香港在3749，双方差距很大哦，台股领先很多。但是呢，到1994年以后啊，香港的恒生指数追过了台湾的加权指数之后呢，30年当中台湾再也没能追上。但是在去年的11月28号呢，台股终于赢了香港的恒生指数，而这个赢的点数呢，现在不断的在拉大当中。到1月22号为止，我们看这个统计，台湾的加权指数呢，赢香港的恒生指数已经差距拿到2835.92了。这个差距呢，也告诉大家，在这段时间，香港股市啊不断的在下跌，港股的下跌啊，大概最大的关键是资金啊不断的在撤出。这个资金的撤走也形成在香港很多挂牌的公司啊，股价跌得非常的惨烈。这是美团，美团是从460呢掉到64.3块了，前面的4啊不见了。京东的股价呢一样很惨哦，京东是从422.8掉到81.55，大概跌了85%，这个情况严重。而阿里巴巴呢，从309.4这一路杀入最低跌到60.25。这是电子商务现在所呈现的一个面向，也就中国现在在电商的杀戮当中呢，我们也看到拼多多现在击败的阿里巴巴这个当中最大的关键，它只有一个叫做价格的杀戮，也就是任何一样东西呢，在电商的平台一定杀到大家难以想象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整个中国现在看起来情况非常的险峻哦。那这个因为股价的下跌，也包括房地产中植气呢，现在看起来要破产了，这个也是房地产泡沫当中一个端倪。那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呢，贵州茅台一直是中国在流行时尚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家企业。现在贵州茅台的股价呢，在19号大幅下跌 5.76%， 这个跌势也告诉大家，中国整个消费力呢，现在看起来都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个是在今年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中国平创新低。在这个回合当中大家看到这个鸿浩呢，思睿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其实在3000点左右呢，他不断的喊中国股市呢离底部不远，但是呢还是依然没有止跌。那这当中我们看到中国体制的改变，马云大概交出了蚂蚁集团的控股权。那最近刚刚当选的阿根廷的总统，他说集体主义正在毁灭世界。他说习近平呢这个逆行加速。这个他就讲社会主义呢是通往奴役之路现在必经的管道。那控管越来越严格呢，导致现在的经济风暴呢越演越烈，所以这个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窘境。那最近大家也可以看到，欧洲的太阳能产业呢，现在深陷红色危机。中国除了在太阳能产业的杀戮之外呢，下一轮大家一定要非常注意的，在电动车呢，现在从上游到下游呢，都杀成一团。上游的包括电池现在跌了90%，然后上游的电池材料包括碳酸锂、硫酸钴到电解镍，大概现在都跌90%。那这样一个下跌呢，也包括电动车呢，现在杀到呢大家都亏损，这样一个亏损的惨境是大家要高度关注的。好，现在中国呢开始大力的收购半导体设备，这个半导体设备呢到底会带给全世界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大家要去评估的。也就是在21年开始，美国通过晶片法案，那么到现在为止，它的防堵中国力道不断的在加强。那现在到了 AI 晶片，那大家一定要记得，现在在成熟制成的半导体呢，现在杀戮非常惨烈。中国现在在这一块呢，如果中国的产能全开，它会对世界带来多大的影响力，这个是大家要高度关注的。所以最近力成的董事长蔡笃公在讲，他说景气降温只要是靠中国的公司都会很惨。那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在这一段时间，也包括郭董现在都一样全球的企业呢，靠中国其实都带来非常大的压力。这当中我们最近注意到了，在赖清德当选总统之后呢，中国现在在扬言 ECFA 呢可能要全面终止。如果 ECFA 终止会发生什么样的效应呢？大家第一个评估，在过去这几年当中，台湾的石化业，上次我们跟大家报告过了，台塑集团的四宝股价平创新低，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产能的压力有多大。上一周我陪着张安平董事长看台泥的和平矿场，他特别告诉我，他说中国实际水泥的需要量大概20亿吨，但中国全国产能到30亿吨。他说台泥是台湾最大的水泥厂，它也不过产能5000万吨，这个5000万对上30亿吨呢，那是小巫见大巫，所以大家要高度关注的。很多的产业呢，其实都是在中国主导下形成一个价格杀戮，杀到最后呢，大家都惨赔。最具代表性，大家都记得这个养猪的产业，中国一年养猪7亿头猪，但是杀到最后呢，你看到牧原新希望温氏股份呢，3家最大的养猪企业呢，现在都出现亏损，这个亏损超过100亿以上，负债超过2700亿人民币。这个情况告诉大家，养猪理论上是一定会赚钱，但是呢，养猪养到全中国都赔钱。这样的产业你无法想象，这是大家现在要高度关注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石化业产能全开之后呢，台塑集团一定会面临更大压力。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中国的钢铁，你知道中国的钢铁产能一年超过10亿吨以上，台湾的中钢呢1400多万吨。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单纯的粗钢生产量，我相信台湾绝对没有办法抵挡中国的竞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下一个回合大家可能要特别注意到了，中国经济如果下滑也会波及台湾。但是呢，大家都知道了，未来的产业呢创新高跟创新低并存，这当中最大的关键，如果你的产业呢是走在产能杀戮这一端，可能你要避开，他们可能会有很长期时间会面临非常巨大的考验。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科技创新会成为一个未来主导的最重要的力量。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经济呢，它也撞击到美国的企业。第一个呢，苹果供应链正在洗牌。苹果启动去中化呢，
库克现在要改善跟中国的关系，但是大家现在慢慢注意到了，中国现在限制在国际很多的这个包括公营事业机构呢，不得带 iPhone 上班，这个对很多拿手机呢会带来非常大的压力。中国的本土手机品牌呢，从 OPPO、vivo 到小米到荣耀到华为呢，现在他们步步往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也瓜分了这个原来的 Apple 的市场。星巴克现在看起来情况严峻，它面临的瑞幸价格破坏的挑战，所以星巴克在中国市场节节败退。那这个情况呢，也造成在这一年这个 Starbucks 股价其实都没有涨的。那这当中我们先前提过 ，Tesla 现在情况也很严重，特斯拉从最高到最低股价。它的市值现在剩一半，大家知道现在 Tesla 的市值剩6600多亿美元，但是呢 Meta 原来比它小很多，但是现在 Meta 的市值已经到9918亿了，这个是双方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一轮当中呢，美国的大企业科技七雄。在过去这20年当中没有把中国市场当成主力，或者中国把它排除的这个企业呢，现在从微软开始到 Google 一直到 Meta 呢，他们都享有很大的占比跟市占率这个是黄仁勋现在在中国市场未来他是什么的态度 ？AI 晶片主导全世界，这个礼拜呢，我相信会影响台湾非常巨大的。这个美商超微股价已经到 460.8 了，那这个会带动台湾 AI 供应链的相对的股价的上涨那这当中在这个礼拜最新的数字，12月的外销订单再度翻黑。你知道我们看到原来先前是有3个月连续过500，12月呢它下滑到 438.1， 那也预告在今年的1、2月到3月呢，看起来这个整个出口可能不会太明朗的好。那3个月的好景之后呢，现在呈现一个下滑这当中现在资通讯的一个在12月也出现明显的下滑。电子产品呢跌了 10.5 这个就是外销接单全面下滑。这个下滑也告诉大家，整个景气现在相对来讲，在经过库存去化之后呢，现在到了尾声的阶段。对台湾来讲，我们现在的出口在面对2024年的相对低基期，它应该会有不错的表现。外销接单的1个月的低潮，我想要往下看，因为1到2月台湾的过年，那通常来讲业绩在出口的数据都不会太好。在去年的1月呢 315.4， 2月 310.1， 大致上是一个相对的低档，所以我相信在未来这2个月呢，台湾的出口仍然会有显著的成长的态势。这当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出口到中国的占比降到 35.2 了，而美国的占比拉升到 17.6。这个改变也告诉大家，台湾在未来的逆全球化时代呢，跟着美国的自由民主跟科技创新的路走才是宽阔大道，而跟着中国在量产杀戮这一端的，我相信未来会有很多年的相对的调整压力。最近台塑呢希望力图转型，但是呢速度有点慢，我们也希望台塑赶快加油，能够在这一波的杀戮端呢能够很快的能够走出这个阴影。今天老谢开讲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